欧美 No Sleep 系列，照顾我的小表妹。我的舅舅和舅妈决定去度假来庆祝他们的15周年结婚纪念日。他们托我照顾他们7岁的女儿3天，而且在我妈没注意到时，偷偷塞了$100给我，所以我很高兴地照办了。不过我妈也不会要我免费帮忙照顾就是了。我带了我的笔电，而且要决定连看3天的 Netflix 节目。我整天都在看第2季的美国恐怖故事，讲了些床边故事给我的小表妹听，然后在10点把她送上床睡觉，接着再继续把第2季看完。主角是那个杀人魔斜脸，因为我把电脑光线调暗了，我没有吵醒睡在房间另一头的表妹。等到把影集看完，我也该去睡了。尽管我非常容易因为一点小声响而惊恐不安，疑神疑鬼，我还是很快地沉入梦乡。当我被一阵痴痴的笑声吵醒时，我看了一下手机的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我转过身，发现我的小表妹手指着我的方向，卡卡地傻笑着。我明显地感到一股不安，一阵寒意侵入我的骨髓，但我迅速地摆脱这个感觉，从床上跳下来，点亮那该死的灯。于是我的表妹不再傻笑了，她转身回去睡觉，但我整个晚上却再也睡不着，只好整晚都在看好笑的猫咪图片。最后终于在大约凌晨6点，太阳出来后才又睡着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在考虑告诉我的舅舅和舅妈这件事，然后就回家不再管闲事。但该死的，我要怎么启齿呢？说他们的女儿快吓死我了。我已经拿了他们的钱，而我又不想当个靠不住的讨厌鬼，所以我决定要再勇敢地撑过一晚。我真希望我当时没下这个决定。隔天一样，跟我的表妹讲完一些床边故事后，在10点准时送她上床睡觉。她没有提到关于昨晚的任何事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，不必面对这件事。那个晚上我一点都睡不着，只是窝在我的毯子里上网。突然间，我听到有个像是拖着脚步慢慢朝我走过来的声音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凌晨2点半。那个卡卡的笑声又开始了。我在我的毯子里呆愣住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悄悄地掀开一条细缝偷看，看到我的表妹又指着我的方向痴痴地笑。我看的众多电影都告诉我，如果我把头探出毯子，我就会看到一张我不想看到的脸，或者我会被一个被附身的小女孩残忍地杀害。再一次的，我的小表妹停止了她的笑声，然后回去睡觉。但是这一次，我不打算再当她没事了。我已经看完了我所有的搞笑猫图片，而我需要一个答案，所以我把我的表妹叫醒，问她为什么在笑。在你头上有个老女人正在扮鬼脸。她说。这时我已经快被吓昏了，但是我试着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，并且希望它像是有些人在面包上看到基督像的那种事件，比较没那么可怕。所以我问他，那个老女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？她的脖子缠绕着天花板的绳索，而她正在做着吐舌头的愚蠢表情。故事说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朗读故事，欢迎在影片的右下按个喜欢，或是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想要听更多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。订阅之后记得按下铃铛才能接受发片通知。我是米娜，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